村里要修机场征地赔偿，我二话不说第一个签了字，拿了280万搬去城里。村长骂我傻，邻居笑我蠢，都说再等等能多拿300万。他们联合起来当钉子户，天天堵在工地门口要价。1年后，我开车回村扫墓，那些钉子户蹲在荒地边，拉着我的手哭。机场不见了，1分钱都没有了。都听着，镇上的文件下来了。修国际机场，选址就在咱们卧龙村，大好事儿，每户280万。280万，这个数字像块石头砸进水里，先是死寂，然后是更大的喧280哗。万，大把叫花子的。一个声音尖锐地喊起来，我认得，是我堂哥王强。不能答应，去年隔壁县修高铁，一户也都赔了300多万，凭啥机场还不如高铁？村民的情绪被点燃了，一个个站起来，脸红脖粗。我家老宅加上几亩薄田，位置偏，房子也破，280万，这个价钱在城里能全款买个不错的房子，还能剩下一大笔。这是个确定的数字。至于他们喊的500万，那是空中画饼。看着李福才的眼神和王强一对，我明白了，他俩这是演双簧，一唱一和想把价格往上抬。大家的心情我理解，280万确实少了点儿。我的意思，咱们得团结，拧成一股绳，谁也别先签字。对，谁签字谁就是全村的罪人。我爸妈走得早，户口本上就我一个人，村里谁都知道我家的事儿，我一个人说了算。哼，怎么，你有不同意见？我没看他，直接对坐在桌子后面的镇干部说：“同志，我同意这个补偿方案。这位小同志思想觉悟很高嘛，来到这边来，咱们可以当场签协议。”陈安，你疯了！280万就把祖宗的房子卖了，你对得起二叔二婶吗？陈安，你别胡闹，这关系到全村的利益。我只管我家的利益，这个价格我接受。说完，我拨开人群，径直走向那张摆着合同和印泥的桌子。为了几个臭钱，连祖宗都不要了！我呸！我们村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玩意儿？我充耳不闻，拿起笔，在合同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陈安。小陈同志，谢谢你的支持，补偿款3天内就会打到你的卡上。我点点头，收好属于我的那份合同，转身准备离开。陈安，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以后就别想再回右龙村，我们没你这个亲戚。求之不得。我回到家，家里冷冷清清。这是一座几十年的老砖房，墙皮剥落，屋里一股陈旧的霉味。父母走后，我一个人守着这空荡荡的房子，守着村里人的闲言碎语。王强一家的嘴脸在我脑中闪过，他家盖新房硬说地基不够，占了我家墙角1米，门前修路每家都要出钱，我家出了，他家拖着不给，最后还是我爸垫上的，钱至今没还。这些年他们家占的便宜还少吗？现在跟我谈祖宗基业，谈亲戚情分，可笑。陈安，我是李福才，你马上回祠堂来，把字给我划掉。合同签了，生效了。生效个屁！我告诉你，只要村委会不同意，你那合同就是废纸一张。你现在是全村的敌人，你知不知道？我只知道3天后280万会到我账上，至于你们想闹就闹吧。世界清静了，我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衣物，爸妈的一张黑白合件，其余的这些破旧的家具，我一件也不想带走。我要和这个地方做一次彻底的告别。2天后，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看着那一长串零，我心里没有太大的波澜，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我背上简单的行囊，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家，锁上门，把钥匙扔进了门口的水沟里。村口一帮人聚在那里，李福才和王强赫然在列。他们看到了我，像苍蝇看到了血。钱到手了就想跑，没那么容易。干什么？抢劫！你把全村的财路都断了，今天不给个说法，你别想走。对，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他们把我围在中间，一个个义愤填膺，仿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我笑了，我的财路是国家给的，你们的财路是你们自己堵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少废话！要么你把钱拿出来，一半分给大伙儿；要么你今天就躺着出去。王强，你这是在威胁我？威胁你怎么了？你动我一下试试，故意伤害加上敲诈勒索，你猜你得在里面待几年？王强的拳头停在半空中，李福才脸色变了又变，最后走出来打圆场。哎呀，都是自家人，强子也是一时冲动。陈安，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合同上写的清楚，签字后7天内必须搬离，我这是遵守规定。陈安，你等着，你会后悔的。我们拿到500万，不，1000万的时候，你别哭着回来求我们。我没有回头，坐上前往市区的班车，看着卧龙村在视野里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点，我心里没有一丝留恋。再见了，卧龙村，再见了，这些所谓的亲人。到了市里，一股热浪夹杂着汽车尾气扑面而来，和村里的泥土气息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充满钢铁、玻璃和机遇的地方。你好，我想买房，全款现房，今天能定下来的那种。
哥，您算是找对人了，预算多少？有什么要求？3室1厅，100平米左右，小区环境好一点，预算180万以内。没问题。哥，您看这阳台。哥，这套房子开价175万，家电全送，拎包入住。您要是诚心要，价格我还能再帮您谈谈。不用谈了，就这套，175万，我买了。哥，不再看看别的？不用。剩下的钱，我买了一辆20万左右的国产 SUV， 办完手续还剩80多万。我没存定期，就放在活期理财里，以备不时之需。3天后，七叔给我打了个电话。小安啊，搬过去还习惯吗？挺好的，七叔。你那边怎么了？别提了，你走之后，王强他们把事情闹大了。怎么了？他们凑钱在村口搭了个大棚，成立了什么卧龙村维权同盟，天天有人守在那儿，不让施工队进场，还印了传单，说补偿太低，要抗争到底。村长不管？他就是带头的。李福才现在天天开会，给大家鼓劲儿，说只要咱们坚持住，最后肯定不止280万，至少能翻1倍。有人信？全信了。人心不足啊，拿了280万进城买个房，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非要做那发财的梦。他们现在都说你傻，说你亏了100多万，是吗？对了，王强还到处说，等你手里的钱花光了，没地方去，还得哭着回村里，到时候他1分钱都不会给你。他高兴就好，我对这些话已经免疫了。小安，你当时签那么快，是不是想到了什么？没什么，七叔，我就是觉得能拿到手的钱才是自己的钱。也是。行了，你自己在那边多注意身体。他们这帮人，我看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傻？到底谁傻？时间会证明一切。我打开手机，在一个 App 上订阅了几个关键词：机场、卧龙村、征地。我想看看这场由我开头的闹剧最终会如何收场。我在城里的新生活比想象中更快适应，没有了邻居间的鸡毛蒜皮，没有了亲戚间的斤斤计较，整个世界都清静了。半个月后，我订阅的新闻 APP 推送了一条消息，我又翻了翻，看到了一段对王强的采访。你们的期望价位是多少？每户最少这个数，800万，少1分都不行。我们卧龙村山好水好，以后修了机场，旁边的地价不得起飞？我们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我们村之前出了一个败类，叫陈安，为了280万，第一个签字跑了。这种人就是短视，没有集体荣誉感。等我们拿到800万，他哭都没地方哭去。他这种人以后休想再回我们卧龙村。视频里的他意气风发，仿佛800万已经装进了他的口袋。我关掉手机，给自己泡了一杯茶。窗外夕阳正红，我一点也不生气，甚至有点同情他们，被自己的贪欲困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做着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发财梦。这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晚上，七叔又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忧虑。小安，你看到新闻没？王强他们现在是铁了心了，非要800万不可。看到了。这帮人疯了，彻底疯了。项目部那边说最多再加20万，也就是凑个整300万。他们还不干，把去谈判的人给打了，把人家车都给砸了。砸车了？可不是嘛！现在警察都来了，把带头打人的抓了几个。王强跑得快，没抓到。现在村里乱成一锅粥，李福才也压不住了。我跟你说，现在村里分成了好几派，有要800万的，有要1000万的，还有人说干脆自己集资盖房子，以后当机场家属院买，说什么的都有。我能想象到那种混乱的场面，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人被一个虚无缥缈的数字冲昏了头脑，开始内讧，开始互相攻击。七叔，你别掺和，守好你自家的门就行了。我知道，我就是替他们着急，也替你担心。王强那小子在外面放话，说早晚要来城里找你算账。让他来，我等着他。一个连法律都不放在眼里的人，他的威胁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真正关心的是那个机场项目，这么闹下去，资方和政府的耐心还剩下多少呢？转眼3个月过去了，这期间我回绝了七叔几次让我回村看看的提议。关于卧龙村的消息依然断断续续的传来。王强他们打砸了项目部的车之后，对方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不仅取消了那20万的搬迁奖励，还发表声明，如果村民继续阻挠施工，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下村民们慌了，但王强和李福才又给大家开了个动员大会。这是开发商的恐吓受量，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只要大家再坚持一下，胜利就属于我们。王强更是现身说法，说他有内部消息，机场这个项目是省里定的，不可能改。开发商比我们还急，拖一天就多一天的损失。现在就是在比谁更能耗。大部分人又一次被他说服了，他们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他们甚至把这件事捅到了市里的电视台，一档叫《民生在线》的节目，还真派了记者去采访。
我在网上看了那期节目，镜头里卧龙村的祠堂被布置成了作战指挥部，墙上贴着各种标语，一群村民围着记者七嘴八舌的诉苦。我们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现在为了建机场把我们赶走，就给那么点钱，我们以后怎么活啊？我们不是钉子户，我们是合理的利益诉求者。280万在今天这个社会能干什么？我们要求不高，参照同类地区的标准，给我们一个公道的价格。我们相信政府，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王强和李福才的声望在村里达到了顶峰，他们甚至组织了一个监督小组，每天在村口轮流值班，盘查所有进村的陌生车辆，生怕有谁家偷偷和项目部接触。整个卧龙村变成了一座水泼不进的堡垒，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守护着那个800万甚至1000万的发财梦。1年时间弹指而过，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我已经在城里彻底站稳了脚跟。我利用手里的资金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小的文化传媒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业务稳定，收入可观。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节奏，每天开车上下班，周末和朋友小聚，或者去健身房出一身汗。卧龙村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已经越来越模糊，像一张褪色的旧照片。王强、李福才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也快要想不起来了。我以为我和那个村庄的缘分已经彻底断了，直到清明节前夕，我接到了七叔的电话。七叔，小安，你今年清明还回村里给你爸妈扫墓吗？喂啊，怎么了？七叔，你还在听吗？在。小安，村里可能要出大事了。什么大事？那个机场，那个项目部已经快3个月没人来了。3个月？是啊，之前他们还隔三差五派人来看看，虽然不进村，但也在附近转转。可打从过了年，就再也没见过人影。村口那个项目部的临时办公室早就人去楼空了。那王强他们呢？他们一开始还说是开发商耗不起了，故意装死，想逼我们先低头。王强还让大家沉住气，说胜利就在眼前。可是这都3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前2天我女婿在镇政府上班，他偷偷告诉我说听到一个传言。什么传言？说省里开了个会，觉得咱们卧龙村这边征地成本太高，民风太那个，影响不好。初步决定要把新机场的地址改到隔壁的凤鸣市去。消息确定吗？还不确定，只是传言。但是村里已经有人开始慌了。上周王强带了几个人去镇上问情况，结果连大门都没进去。现在村给镇长打电话，人家也不接的都有。好多人晚上都睡不着觉，天天聚在村口的大棚底下唉声叹气。他们还没意识到问题多严重。有的人意识到了，但不敢说。王强还死撑着呢。谁要是敢说机场不见了，他就跟谁急，骂人家是叛徒，势力去省里，他有路子，能问到确切消息。我苦笑一声，事到如今，他还在做梦。小安，你这次回来自己当心点儿。现在村里人情绪都不稳定，跟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你可千万别刺激他们。我知道了，七叔，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清明节那天，我决定开车回一趟卧龙村，不为别的，只为去父母的坟前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在城里过得很好，也顺便亲眼去看一看那场闹剧的结局。我的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快到下高速的出口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我瞥了一眼，是市官方新闻 App 的推送，一条加粗的标题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我心上。关于信誉新机项目选址变换的最终公告。我将车缓缓停在应急车道上，点开了那条新闻。公告内容言简意赅，措辞官方而冰冷。由于原定选址区域在征地遇到重大阻力，导致项目停滞，为保进度，决定新机场项目整体搬迁至临市凤鸣市。公告即日生效。最后还附了一句，原项目涉及的所有前期协议及补偿方案，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全部终止作废。我盯着这8个字看了很久，这意味着我签的那份合同理论上也作废了，但我的钱早已到手，房子车子都买了，新生活已步入正轨。这份公告对我而言只是一纸空文，可对卧龙村的其他人来说，这8个字就是一道催命符。它宣告了他们1年来的坚持和抗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那个800万的梦碎了，连最初的280万也化为泡影。我重新启动车子，驶下高速，向着卧龙村的方向开去。雨越下越大，越靠近村子路越是泥泞。曾经因为要修机场而翻新过的柏油路，只修了一半就停工了，剩下的一半还是土路，被来往的工程车压得坑坑洼洼，积满了黄色的泥水，车轮碾过，溅起1人高的泥点。远远的，我看到了村口那个曾经被王强他们引以为傲的维权同盟大棚，如今已经破烂不堪，红色的横幅被风雨撕扯的只剩下一半，耷拉在棚顶，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像一道流着血泪的伤疤。大棚底下空无一人，整个村子死气沉沉，听不到一丝人声，只有风声和雨声。我把车开到村委会大院前停下，这里是村子的中心，也是当初开村民大会的地方。我下了车，撑开伞，家家户户大门紧闭，有些院墙上当初用红漆喷的拆字
已经被雨水冲刷得褪了色粉，旁边又被人用白石灰涂上了新的大字。这些标语在阴冷的雨天里显得格外讽刺。是陈安，四爷，是我。你回来了，城里好不好？他们说你在城里发大财了。村里人呢？人都在那儿呢，吵架，天天吵架。陈安，你还敢回来？混得不错啊，车都开上了，回来看我们笑话的。我回来给我爸爸扫扫墓。扫墓？黄鼠狼给鸡拜年，你就是来看我们笑话的。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机场不见了？是不是？身后的村民们听到机场不见了这几个字，身体都是一颤，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显然七叔说的没错，这还只是一个让他们不敢相信的传言。小安啊，回来了，别听王强胡说，他就是压力太大了。这一年不容易啊。他想打感情牌，是不容易，守着一片荒地，做着800万的梦，确实不容易。什么800万啊？现在连个响儿都没了，俺家的猪都卖了，就等着拿钱，现在可怎么办啊？他的哭声像会传染。都闭嘴！哭什么哭？人群里立刻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喘息。没有的事儿，他陈安就是想动摇我们军心。村长强哥，不好了，市里发公告了，真的发公告了！你们看，手机上、新闻上都说了，机场改到凤鸣市了，咱们这儿不见了，完了，全完了！我的天啊，真的不见了！王强，你不是说有内部消息吗？你不是说肯定会见吗？现在怎么说？都是你们非要当钉子户，非要进800万。现在好了，1分钱都没了，别打了，打他们有什么用？钱能回来吗？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再次聚焦到我身上，那眼神和1年前在祠堂里已经完全不同，不再是鄙夷、嘲笑和愤怒，而是一种混杂着嫉妒、悔恨和祈求的近乎绝望的眼神。在他们眼里，我成了那个唯一抓住了救命稻草的人，我是唯一的成功者。小安，叔错了，叔对不起你，叔有眼不识泰山，是叔鬼迷了心窍。听了王强的怂恿，带着大家伙犯浑，我们都是傻子啊！王强，给你堂弟道个歉，说话呀！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陈安，堂哥错了，我不是人，我混蛋，我不该撺掇大家当钉子户，不该骂你，不该不让你走，是我贪心，是我害了大家，我对不起全村人，我对不起卧龙村的列祖列宗。堂弟，你看在二叔二婶的份上，你救救我们吧，你肯定有办法的，对不对？你在城里认识人多，你去跟领导说说情，跟开发商说说，我们不要800万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就要原来的280万，行不行？求求你了！1年前，他们为了多要钱，你帮帮我们吧！是啊，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只要能拿到钱，我们把我骂成全村的罪人。1年后，他们为了拿回本该属于他们的钱，把我当成了救世主，真是天大的讽刺。公告上写得很清楚，所有协议全部作废，路是你们自己选的。当我清理完坟上的杂草，准备离开时，我看到村口那片荒地边，王强、李福才，还有那些村民们依然跪在那片泥水里，对着我离开的方向，像一群失去了灵魂的泥塑。我坐进车里，发动引擎，车子驶出卧龙村，在后视镜里，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连同那些跪倒在地的人都越来越小，最终彻底消失不见。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那个关于卧龙村的荒诞而又悲哀的故事也该结束了。又过了2个月，时间进入了盛夏。我的传媒公司接到了一个大单子，如果项目顺利完成，公司的规模和名气都将提升一个台阶。那段时间，我忙得脚不沾地，每天都在公司和客户之间2点一线，开会、改方案、盯进度。虽然累，但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充实。这天晚上，刚和客户在饭局上敲定最终合同，送走客户后，我和合伙人张磊在路边的大排档吃宵夜庆祝。陈安，牛逼！这个项目拿下来，咱们今年就算是彻底站稳了。年底，给你我换台好车。一起努力。说真的，我认识你1年多了，总觉得你这人心里藏着事儿。你不像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城里人，你身上有股怎么说呢，狠劲儿，对自己狠，对过去也狠。唉。我喝了一口啤酒，没有说话。他说的没错，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不对过去狠一点，我可能现在还在卧龙村，和那些人一起守着那个水坑唉声叹气。手机响了，是七叔打来的。自从上次通话后，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小安，没打扰你吧？七叔的声音听起来比上次清爽了不少。没有，七叔，刚忙完，您那边都安顿好了？安顿好了，安顿好了。我现在跟我儿子住在一起，
他给我在这边找了个看小区的活，轻松，每个月还有几千块钱，比在村里强100倍。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谢我什么？要不是当初听了你的，不跟着他们瞎掺和，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人啊不能贪心，脚踏实地比什么都强。您明白就好。对了，跟你说个事儿，卧龙村彻底成鬼村了。前几天下了场大暴雨，山洪把村东头那个大坑给冲了，水都漫到村里来了，淹了好几家，剩下的那点人也全都搬走了，投亲靠友去了。现在的村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就剩下些破房子。一个村庄就这么物理意义上消失了。那个李福才呢？他呀，中风以后就一直躺在卫生院，前2天没了。他儿子把他拉回来，在祖坟那边草草埋了。办丧事的时候，整个村子算上他家亲戚，拢共不到10个人，凄凉啊。至于王强，七叔说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再提起过他，他就好像一缕青烟，彻底消散了。挂了电话，我看着大排档里喧闹的人群，喝着冰凉的啤酒，心里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李福才死了，王强消失了，卧龙村没了，我和那个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也随着七叔的这通电话彻底斩断。想什么呢？我回过神来，对他笑了笑，没什么，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事。过去就让它过去，咱们得往前看。走，喝完这杯，明天继续奋斗。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是啊，往前看，我的未来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在这片灯火辉煌中。又是1年过去，公司的发展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我们成功地完成了那个旅游度假区的推广项目，一战成名，在业内打响了名气，业务量翻了几番，公司也从10几人的小团队扩张到了50多人的规模。我也从一个光岗司令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管理者。我换了车，从原来的合资品牌换成了一辆德系的豪华轿车，也在离公司更近的一个高档小区买了一套面积更大的平层。我成了别人口中年轻有为的陈总，出入高级写字楼，参加各种商务宴请，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生活忙碌而光鲜。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卧龙村了，那个地方连同那些人和事，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一场模糊的梦。这天中午，我约了一个重要的客户，在市中心一家5星级酒店的旋转餐厅吃饭。谈完合作，我送客户到楼下。陈总，留步吧，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李董。我站在酒店门口，等候门童把我的车开过来。正是午饭时间，酒店外的马路上车水马龙，阳光有些刺眼。我微微眯起了眼睛。不远处，一个建筑工地的门口，一群工人正蹲在路边吃盒饭。他们穿着沾满灰尘和油漆的工作服，脸上是奔波劳碌的疲惫。这在城市里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象。我本没有在意，但我的目光却被其中一个身影吸引了。他端着一个快餐饭盒，正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拉着米饭，像是饿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个身影有些熟悉。那个人特别瘦，几乎是皮包骨头，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拉，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也许是察觉到了我的注视，那人下意识地抬起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们2个让人都愣住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尽管他变了太多，变得如此苍老、憔悴、落魄，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王强。他显然也认出了我，他的眼神里先是闪过一丝茫然，然后是巨大的震惊，紧接着那震惊变成了无地自容的羞愧和恐慌。他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端着饭盒的手开始不用控制的发抖，饭菜洒了一地。他慌乱地低下头，猛地转过身去，用后背对着我，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尘土里。我看到他瘦削的肩膀在剧烈地颤抖。我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我们之间隔着不到20米的距离，却仿佛隔着一个天堂，一个地狱。2年前，在卧龙村的祠堂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全村的罪人。1年前，在村口的泥水里，他跪在我的脚下，求我救救他们。而现在，我们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不期而遇，他甚至连抬头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陈先生，您的车来了。我回过神，收回目光，对门苏点了点头，坐进豪华舒适的轿车里。我没有再往那个方向看一眼，车子平稳的启动，汇入滚滚车流。在后视镜里，
那个渐入工地，那群蹲在地上吃饭的工人，还有那个狼狈不堪的身影，都迅速地变小，最终消失不见。我打开音响，悠扬的音乐在车厢里流淌。车窗外是粼粼积壁的高楼，是生机勃勃的城市。我知道，那个关于卧龙村的噩梦，那个名叫王强的堂哥，都已经被我彻底甩在了身后。他们只是我人生路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解，而我的路正向前无限延伸，通往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自从在酒店门口偶遇王强之后，我的心绪有那么几天无法完全平静，倒不是同情，更不是怜悯，而是一种荒诞感。命运的剧本有时候写得比任何小说都更离奇，更讽刺。曾经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两个人，在短短2、3年间，人生轨迹被劈开成2道永不相撞了的平行线，一道通往云端，一道坠入泥潭。这种荒诞感让我对金钱和成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陈安，想什么呢？魂不守舍的。今晚有个慈善晚宴，本市商会的头头脑脑都去，我搞了2张邀请函，陪我去见见世面，顺便拉拉关系。我本想拒绝，但看到他兴致勃勃的样子，还是点了点头。公司发展到这个阶段，社交应酬在所难免。晚宴在一家江边的豪华会所举行，衣香阙影，公池交错，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香水味和低声的欢笑。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精致而得体的笑容，谈论着上千万的生意和下一个季度的投资风向。张磊像条鱼一样游进人群，跟这个握手，跟那个碰杯，很快就跟几个老板模样的人聊得热火朝天。我则觉得有些格格不入。这种场合让我想起了卧龙村的祠堂，很奇怪的比喻，但本质上他们并无不同。祠堂里，村民们一个虚无缥缈的800万而狂热，在这里，人们因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和利润而周旋，人们的眼中都燃烧着同一种东西——欲望。只是这里的欲望被包装得更文明，更优雅。我端着一杯香槟，走到一个相对安静的露台，看着窗外的江景。陈总似乎不太喜欢这种热闹的场合。一个清冷的女声在旁边响起，我转过头，看到一个穿白裙的女人，27、8岁，气质干练，只戴着简约手表，在珠光碧气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认得她，基金会项目负责人苏晴，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只是不太适应。可以理解，大多数人来这里都是为了索取人脉，索取资源。当你的目的不是索取时，自然会觉得格格不入。这话说得有点意思。苏小姐说得很有见地。那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我吗？我是来给予的，给他们一个花钱的机会，一个让他们觉得自己很高尚，顺便还能抵税的机会。她的语气平静，话语里却带着锋芒。我忍不住笑了。这个女人很有趣。看来在苏小姐眼里，做慈善也不是什么神圣的事情。慈善本身很神圣，但人未必。像拍卖会上的古董，买家是真欣赏还是买出场券，或仅仅享受1掷千金的乐道？她的问题恰好问到了我心里。我沉默了片刻，也许都有，但不管动机如何，最终结果是基金会拿到了钱，是好事。陈总倒是很看得开。没错，我们只在乎钱到哪里去，比起那些虚伪的动机，我们更看重实实在在的结果。务实。彼此。我调查过陈总的公司，1年半从零做到行业新锐，完全靠眼光和务实。陈总，你比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更懂得结果的重要性。我们相视一笑。这时主持人宣布，慈善拍卖正式开始。第一件拍品，当代著名画家的山水画，是一幅当代著名画家的山水画，起拍价50万。场下的富豪们开始轮番举牌，价格一路攀升。80万、100万、 120万、120万、120万。我看着那些号牌，脑中却是卧龙村的荒芜和大水坑。他们赌上身家性命想得到的财富，在这里不过是无关痛痒的游戏，何其荒诞，又何其可悲。那场慈善晚宴之后，苏晴和她那番关于结果和动机的言论，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持续的涟漪。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我赚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最初是为了生存，为了逃离那个让我窒息的村庄，为了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后来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证明我比那些嘲笑我的人更有远见。现在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公司也步入了正轨，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每天都在增长，生存和证明自己的阶段都已经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不想成为那种除了赚钱
就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机器，也不想成为晚宴上那些挥霍无度、用金钱堆砌虚荣的富豪。我的财富应该有比这更有意义的去处。1周后，我在公司开高层例会，会议结束，所有人都离开了。我叫住了张磊，磊子，你留一下。怎么了？还有事儿？你觉得我们公司现在1年的净利润能有多少？张磊立刻来了精神，他拿起计算器噼噼啪啦一通按，然后报出一个让我都有些惊讶的数字。保守估计8位数，而且是奔着9位数去的那种。怎么想年底分红了？分红是肯定的，但我在想另一件事，我想成立一个部门，或者说启动一个项目，叫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 CSR。 陈安，你没搞错吧？咱们是创业公司，还在高速扩张期，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搞那玩意儿是上市大公司为了名声才做的，咱们现在是不是早了点儿？不早，我不是为了名声。那是为了什么？抵税？也不是，磊子，钱除了换房子、车还有什么用？10年、20年后，当公司不在了，谁会记得我们？我们留下了什么？这想得太远了吧？不远，我想用公司每年净利润的3%，成立一个专项的教育基金。教育基金？对，不搞大而化之的捐款，不建希望小学，只做一件事：资助，专门资助那些从贫困地区考上重担大学的学生。资助不是无偿的，提供4年费用，毕业后自由选择工作，但需在10年内将助学金无息偿还，这样资金池就可以循环起来。张磊听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不解。过了很久，他才开口：陈安，能问问为什么吗？为什么是教育？因为教育是唯一能让一个人真正摆脱原生环境禁锢的途径。它给人的不是钱，而是视野、知识和选择的权利。不希望他们把这当成施舍。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我们给他们的只是一个撬动命运的杠杆，而不是一张可以躺平的温床。这番话几乎是我对自己过去几年人生的一个总结。我明白了，你说的对，一个企业得有点除了钱之外的追求。这件事我支持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好，第一件事，帮我约一下星光公益基金会的苏晴小姐，我想交给专业机构运作，会比自己摸索好得多。这件事不仅关乎企业的未来，也关乎我自己的内心。我要用这种方式与自己的过去做一个最彻底的和解，不是原谅，而是超越。我和苏晴的第2次见面约在她基金会的办公室，那是一栋不起眼的小楼，办公室的装修也很简单，除了成堆的文件和各种项目照片，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工作人员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脸上却带着一种我在商业写字楼里很少见到的纯粹的使命感。苏晴把我让进一间小小的会客室，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陈总，欢迎，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联系我了。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已经想清楚了。我没有绕圈子，直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他。这是我草拟的一个助学金计划，叫启航计划。我想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出资，委托你们基金会来具体执行和管理。苏晴接过文件，脸上的表情从客气慢慢变得专注，她看得非常仔细，一页一页的翻阅，时不时用笔在上面做一些标记。我没有打扰她，静静地喝着水。这份计划书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完善，里面不仅有启航计划的理念和宗旨，还详细规定了申请人的筛选标准、资助金额的发放方式、还款协议的细则，甚至还包括了一个长期的校友追踪和社群建设计划。可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慈善意向，而是一个可以立刻落地执行的完整项目方案。陈总，恕我直言，我做基金项目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一时兴起，但像立回金属了家、愿你拨开进去做贡献的，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大多只会说我要捐多少钱，然后把所有麻烦事都丢给我们。像你这样带着如此详尽、成熟、考虑周全的方案找上门来的，你是第一个。因为我不是一时兴起，这件事我想得很认真。看得出来，尤其是你的循环式基金和10年无息还款的设计非常巧妙。它不仅保证了基金的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它维护了受助者的尊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慈善的范畴，更像是一种价值投资，投资于人的未来。苏小姐过奖了。不，我没有过奖。这个项目我们基金会接了，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和贵公司对接，尽快把启航计划推行下去。我本人将亲自担任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这是一个超出我预期的承诺，也代表了他对这个计划的高度认可。那再好不过了。公事谈完，气氛轻松了一些。苏晴看着我，忽然问了一个私人问题：陈总，我还是很好奇，你为什么对资助贫困地区的大学生有这么深的情结？仅仅是因为社会责任吗？我迎着他探寻的目光，沉默了片刻。
我没有像祥林嫂一样去诉说卧龙村的那些往事，去描绘王强和李福才的丑陋嘴脸，那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拿出来示人。我只是平静地用一种更概括的方式回答了他的问题，因为我见过真正的贫穷是什么，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一种由愚昧、短视和贪婪共同构建起来的精神牢笼。它会让人丧失理智，扭曲人性，把唾手可得的幸福亲手推开，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见过那样的人，见过那样的村庄，而教育是唯一能够打破那个牢笼的钥匙。它不能保证你大富大贵，但至少它能赋予你清醒的头脑和分辨是非的能力，让你有力量去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被命运所裹挟。所以我想做的不是施舍，而是把这把钥匙递到那些努力想爬出牢笼的人手里。我说完，会客厅里一片安静。苏晴静静地看着我，她的眼神里有震惊有了然，最终都化为一种深深的共鸣和欣赏。陈安先生，很荣幸能和你这样的人合作。这一次他没有再叫我陈总，我握住他的手，温暖而有力。彼此，苏晴小姐。窗外阳光正好，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才算真正的起航。过去的都已是序章，而未来正铺展开一片广阔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海洋。和星光基金会的合作协议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正式签署，没有媒体，没有剪彩，甚至没有香槟。就在我们公司内那间最大的会议室里，我和张磊、苏晴和他的2位核心同事围坐在一张会议桌前。当我在合同上签下陈安2个字，并盖上公司公章的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这不是一笔生意，却比我签过的任何一单生意都更让我心潮澎湃。合作愉快，陈总。苏晴主动伸出手，她的手很温暖，握手干脆有力。合作愉快，苏小姐。张磊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他张罗着晚上要请基金会的人吃大餐庆祝，被苏晴笑着婉拒了。庆祝就不必了，陈总、张总，我们还是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怎么把第一笔钱花出去吧。有很多孩子可能就等着这笔钱去大学报到，我们慢一天，他们的命运可能就完全不同。他永远都是这样，冷静、务实、直指核心。张磊有些尴尬地挠挠头，我则完全赞同。苏小姐说得对，我们这边所有资源都会全力配合，起航计划就此正式起锚。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把1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里。我和苏晴的团队每周都要开2到3次的视频会议，讨论每一个执行细节，从申请渠道的线上搭建到合作高校的筛选，从宣传材料的设计到对申请学生家庭背景的核实流程。我们把商业项目中那套严谨、高效的工作方法完整地复制了过来。苏晴的专业性让我惊叹，甚至是不同地域学生的性格特点都了如指掌，而我对互联网推广、流程优化和数据分析的经验也让他大开眼界。我们2个像2个严丝合缝的齿轮，在起航计划这个项目上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这天晚上，为了敲定最终的线上申请系统，我和苏晴还有双方的技术人员在我的办公室里一直忙到深夜11点。送走其他人后，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2个。我叫了外卖，一起吃点吧。他没有客气，揉了揉有些疲惫的眼睛。好，外卖很简单，2份皮蛋瘦肉粥，几个小笼包。我们就坐在会客区的沙发上，没有了白天工作时的严肃，气氛缓和了许多。陈安，你考虑过一个问题没有？他忽然叫我的名字，而不是陈总。我们的筛选标准设计得非常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冷酷。看成绩，看家庭收入证明，看获奖证书，一切都能量化。比如呢？但有些东西是无法量化的，比如一个孩子的品德，他的毅力，他对未来的渴望，这些东西一张成绩单是体现不出来的。我以前做项目更倾向于实地走访，和孩子们面对面的聊，但起航计划的体量太大了，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力和时间。我明白他的顾虑，所以我在系统里加了一个模块，非辩对象。我设置了一个问题，请用1件事证明你值得这次机会，字数不限，形式不限，可以写一封信，可以上传一段自己录的视频，甚至可以是一张照片。苏晴愣住了，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这是一个变量，它打破了纯粹的量化评分体系，它给了那些不擅长考试但有故事、有思想的孩子一个机会，同时也能帮助我们的审核人员从冰冷的数据背后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苏晴沉默了很久，外卖吃完已经快凌晨1点了，我开车送她回家，车停在她家小区楼下，她解开安全带却没有马上下车。谢谢你的粥，很好吃，也谢谢你让我看到了慈善的另一种可能性。她侧过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应该我谢谢你，让我找到了花钱的意义。晚安。晚安。她笑了，像一朵在夜色中悄然绽放的白兰花。看着她上楼的背影，我忽然觉得这座冰冷的城市似乎也变得温暖了起来。起航计划的线上申请系统在8月初正式上线，借助公司成熟的推广渠道，我们在短短半个月内
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超过5000份的有效申请。我和苏晴的团队进入了最紧张的审核阶段，每一份申请都代表着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期盼和一个家庭沉甸甸的希望。我们不敢有丝毫怠慢，为了保证公平，我们设计了3轮审核机制。第1轮由系统根据硬性指标进行初筛，淘汰掉明显不符合条件的任请者。第2轮由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人工审核，交叉比对材料的真实性。最后1轮则由我和苏晴及核心成员组成终审委员会，对通过第2轮的候选人进行最终评定。终审会议那天，气氛严肃而凝重，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一个个候选人的资料。那些资料看得我心情无比复杂。有一个来自甘肃大山里的男孩，父亲在矿难中去世，母亲靠着种几亩薄田和给人缝补衣服，把他和妹妹拉扯大。他的高考成绩超出了重点线100多分。有一个来自东北老空区的女孩，父母双双下岗，靠打零工为生。她考上了南方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她在附加材料里写了封长信，信里说梦想是当老师，毕业后要回到家乡，去最缺老师的乡村小学任教，因为她自己就是被一个支教老师点亮了人生的希望，她想把这份光传递下去。还有一个孩子让我印象深刻，他来自从未听说的小县城，考上顶尖政法大学。他在附加材料里上传了一段自己录的视频，视频里他没诉苦也没讲梦想，而是超乎年龄的沉稳分析了当地特色农产品滞销原因，并提出了一个利用电商平台和短视频进行品牌推广的完整方案。看着这些鲜活的努力向上生长的生命，我仿佛看到了无数个曾经的自己。那个在卧龙村孤单地守着老宅，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拼命读书的少年。如果那时候也有一个启航计划，我的路会不会走得稍微轻松一些？我同意这个。这个通过，这个也通过。这个孩子很有想法，必须留下。我和苏晴几乎在每一个优秀人选上都能迅速达成共议，我们的价值观在一次次评判中得到反复印证。最终，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我们确定了第1期启航计划资助挨注的100个名额。当最终名单在大屏幕上定格时，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所有人都很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由衷的喜悦和满足感。我们成功了。不，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看着屏幕上那些名字，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会议结束后，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我没有像打了胜仗一样激动，内心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安宁。这种感觉比公司账户上多1个亿都要来得更充实。手机在这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但归属地显示是我老家的城市。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下来。喂，是小安吗？七叔，您换号码了？是啊，刚跟我儿子到城里，他给我办的新号。小安啊，没打扰你吧？我就是想说一声，我们都搬出来了。那就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不用，都挺好的。对了，跟你说个事儿，关于村里的。我的心微微沉了一下，怎么了？卧龙村没了。没了？什么意思？前阵子下了几场特大暴雨，山洪把村子给淹了，尤其是村东头那个大坑，水全满了，倒灌进村里，房子塌了好几间，剩下的人全都搬迁了，说是地质灾害区，不适合居住了。我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村庄的消亡，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后来呢？后来听说市里出了新规划，因为地没人了，离城市又远，他们准备在那儿建一个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发电厂，我握着手机，一瞬间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当初拼命守护的龙脉，梦寐以求的风水宝地，最终归宿竟是处理全城垃圾的地方。也算是物尽其用吧。行了，小安，不说了，就是告诉你一声。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以后啊，咱们都没有那个家了，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好，七叔，您多保重。挂了电话，我走到窗前，看着脚下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七叔说，我们没有那个家了。不，我早就没有了。从我签字拿钱，坐上那趟班车离开的时候，卧龙村就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地名，一个坐标。而现在，这个坐标也即将从地图上被抹去。也好，就让恩怨、悔恨、贪婪和愚昧随村庄被焚烧，化为青烟，消散在历史的风中吧。从此，世上再无卧龙村。七叔的那通电话像一把铲子，将我心中关于卧龙村的最后一杯土也彻底铲平了。我的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爽和干净。周末，苏晴忽然给我发了条信息，约我去市郊的一个森林公园。
第二天，我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公园门口，苏晴已经在了。她今天没有穿职业套装，而是一身轻便的运动装，扎着一个高高的马尾，脸上未施粉黛，看起来就像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等很久了？没有，刚到。走吧，今天不谈工作，只当是给身体放个假。我们沿着公园里的石阶小路一路往山上走。公园里空气清新，满是草木的芬芳，鸟鸣声在林间此起彼伏，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们走得很慢，一路上聊着些轻松的话题，聊最近上映的电影，聊哪家餐厅的菜比较好吃，聊学生时代的趣事。我发现脱离了工作的苏晴原来也有着非常生活化的一面，她会为了一个电影情节哈哈大笑，也会抱怨某家奶茶店的糖放的太多，这种感觉很奇妙，也很舒服。我们就像一对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在某个闲暇的午后，享受着片刻的宁静。走到半山腰的一个观景台，我们停下来休息。从这里可以俯瞰小半个城市的轮廓，高楼林立，道路如织，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真没想到，这座钢铁森林的旁边还有这么一片清静的地方。是啊，苏晴靠在栏杆上，任凭山风吹对着她的头发。陈安，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么拼命的在这座城市里奋斗，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他好像也问过我一次，但这一次他的语气里没有了上次在晚宴上的那种审视和疏离，而是多了一份真诚的迷茫。以前我觉得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后来我觉得是为了证明自己，现在呢？现在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选择和谁在一起。当你的能力和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不再需要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可以主动地去塑造自己的生活。所以成立启航计划也是你主动塑造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不想成为一个只知道赚钱的机器，我想在我的人生里留下一点除了商业报表之外的东西。苏晴忽然笑了，那笑容很美，像山间清晨的阳光。你知道吗，陈安，我选择做公益，其实原因和你很像。我家里条件很好，从我出生起，我的人生道路几乎就被规划好了。读名校，去华尔街，进投行，然后嫁一个门当户对的商业精英，继承家族的生意，一条看起来光鲜亮丽、完美无瑕的路。但我不喜欢，我见过太多那种生活，精致奢华但空洞，每个人都像是戴着一副完美的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追逐着永无止境的利润。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大学时，我瞒着家里参加了一个去西部山区的支教团，那1个月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孩子连一本课外书都是奢望。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知识真的可以像一束光，点亮一个孩子灰暗的世界。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毕业后，我拒绝了家人安排的工作，一头扎进了公益行业。他们到现在都不能完全理解我，觉得我是在胡闹。但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走在一条能让我内心安宁的路上。我拥有了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原来他也有着自己的反叛和逃离，我们都是挣脱了既定轨道的人，只不过他挣脱的是一个金色的牢笼，而我挣脱的是一个泥泞的深渊，但我们最终都走向了同一片开阔地，殊途同归。是啊，殊途同归。陈安，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故事，现在我更确定我们是同路人。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整个山坡，也洒在我们身上。城市的天际线被染成了一片温暖的橘红色。那一刻，所有的言语都显得多余。苏晴忽然朝我走近一步，然后她轻轻地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柔软，带着一丝凉意，却仿佛有一股暖流，瞬间传遍我的全身。我没有躲闪，反手将她的手握紧。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并肩站着，一起看着远方那轮缓缓沉下的落日。启航计划的第一笔助学金在8月底之前精准无误地打到了每一个入选学生的账户上。看着那一笔笔款项成功支付的记录，我和苏晴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不仅仅是钱，这是我们共同播下的100颗希望的种子。开学季，苏晴和她的团队忙着和各个高校对接，确认学生们的报到情况，而我则把重心重新放回公司的业务上。但我们每天晚上还是会雷打不动地通一个电话，分享彼此一天的见闻。陈安，你知道吗？今天有个孩子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他说他买了一张硬座票，在火车上站了30多个小时才到学校，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他知道他的人生从踏上那趟火车开始就不一样了。我今天也收到了一个考上建筑系的孩子给我寄了一张他自己画的速写，画的是他们家乡的一座老石桥。他说等他学成归来，要亲手为家乡设计一座更坚固更漂亮的大桥。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反馈像涓涓细流，
汇入我们心底，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富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和这些孩子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超越了资助者和受助者的，更像是师长和朋友的关系。转眼到了第2年的暑假，第一批启航计划的学生们即将迎来他们的大2生活。陈安，我在想一件事。什么事？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来自很偏远的地方，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但他们的视野和社交圈相对来说还是很局限的。大学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塑造三观、拓展人脉的平台。我们是不是可以他们做得更多一点？你有什么想法？我想利用这个暑假组织一个启航夏令营，把一部分表现优良或者是在思想上有些困惑的孩子集中到我们所在的城市来，为期1周。我们不讲课，只带他们去看、听、去感受，带他们去参观市里最好的科技公司，让他们知道科技如何改变世界；带他们去听一场顶级的音乐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艺术的熏陶；带他们去博物馆、去美术馆，甚至带他们去你我的公司，让他们看看一个企业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还可以邀请一些行业精英来跟他们做分享。我们给他们的不应该是纯粹的钱，更应该是视野，是格局，是梦想的燃料。我完全同意，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场地、资金、嘉宾邀请，公司全力支持。你来负责课程设计和学生组织，我们一起给孩子们一个不一样的夏天。我们的执行力一向惊人。1个月后，为期7天的第1届启航夏令营在至郊一个风景优美的度假村里正式拉开帷幕。我们从100个孩子里挑选了最有代表性的30个。开营那天，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稚嫩又充满了好奇和渴望的脸庞，我的心情有些恍惚。这些孩子就和我当年一样，从一个闭塞的世界一头钻进了这个五光十色的都市。他们的眼中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未知的胆怯。在夏令营的几天里，我看到了一个来自山区的女孩在科技馆的机器人展台前流连忘返。我看到了一个不善言谈的男孩在参观完一家互联网公司后，眼神里燃起了前所未有的光芒。我还看到了他们第一次穿上正装，在我的指导下学习如何进行一场模拟的商务谈判。尽管紧张的手心冒汗，但每个人都努力地挺直了腰板。夏令营的最后一晚，我们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一个叫李浩的男孩站了起来，他就是那个立志要为家乡修桥的孩子。陈总、苏姐姐，还有各位同学，来这里之前，我其实很自卑。我们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来自大城市，他们见多识广，谈论着我闻所未闻的东西。我感觉自己像个土包子，和他们格格不入。我甚至怀疑我拼了命考出来是不是一个错误。但是这几天，我看到了那么多我以前无法想象的东西。我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大，有那么多的可能性。陈总带我们去他的公司，我才知道，原来一家公司不只是为了赚钱，还可以做像启航这样有意义的事。苏姐姐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创造了多少。我明白了，我的自卑来源于我的视野太窄。我不需要去模仿别人，我只是需要做好我自己。我们家乡虽然穷，但我们有最淳朴的民风和最美的风景。我学好我的专业，用我的知识去建设它，让更多人知道它的好，这就是我的价值。他说完，深深地鞠了一躬。篝火旁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很多孩子的眼眶都红了。我看着李浩，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从迷茫和自我怀疑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陈安，你看，我们播下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我转头看着他，篝火的光芒映在他美丽的侧脸上，他的眼睛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我用力回握住他的手，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宁静和喜悦。这一刻，我真正理解了启航的意义。它不仅是为那些孩子启航，也是为我自己。它让我从过去的阴影中彻底走出，从一个只为自己生存和成功的我，变成了一个能为他人创造价值，并从中找到更大幸福的我们。夏令营的成功，让我们对启航计划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和苏晴决定将夏令营作为每年固定的活动，并且逐年扩大规模，让更多的孩子能从中受益。生活似乎进入了一条美好而平稳的轨道。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我和苏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对未来有着共同的规划和期许。我们就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紧紧地握在地下，叶却在云里相触。这天晚上，我开车去接苏晴下班，准备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等我一下，最后一份文件签完就好。我把车停在路边，摇下车窗，点燃了一支烟。正是下班高峰期，街上人来人往，步履匆匆，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不远处，一个穿着环外工制服的老人正费力地把一个塞得满满的垃圾桶拖到路边。他看起来年纪很大了，背已经驼得很厉害，动作迟缓。不知为何，我多看了他一眼。老人拖完垃圾桶，直起腰，捶了捶后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拧开盖子喝水。当他转过脸来的时候，我的心猛地一震，手里的烟差点掉在地上。那张饱经风霜、刻满了皱纹的脸，虽然苍老了许多，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是七叔，那个在卧龙村为数不多对我有过善意，
也是最后一个和我保持联系的亲戚。我掐灭了烟，推开车门，快步向他走去。七叔，小安，老人浑浊的眼睛抬起来，在我脸上看了好半天，才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声音沙哑，手里的搪瓷杯都有些拿不住。真的是您？您怎么在这里做这个？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一直以为他跟着他儿子在城里生活，虽然不富裕，但至少安稳。一言难尽啊。七叔的脸涨红了，眼神躲闪，局促不安地搓着手。在他的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儿子确实在城里，但混得并不好。前2年做生意亏了本，欠了一屁股债，儿媳妇也跟他离了婚。他儿子自己现在在一个工地上打零工，居无定所，根本没能力照顾他。七叔不想成为儿子的拖累，就自己出来找活干。但他年纪大了，又没什么文化，最后只能找到这份环卫工的工作，每天起早贪黑，1个月2000多块钱，租住在市郊一个最便宜的地下室里。他之前在电话里跟我说的那些安顿好了，挺好的，全都是怕我担心，怕给我添麻烦编出来的。听完他的话，我心里堵得难受。七叔，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有什么用？你有你的事业，忙得很。我一个老头子，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这就是命啊！我们这种从土里刨食的人，到哪儿都是底层命。这不是命。七叔，你跟我走。我拉着他就要往我车边走。小安，你干什么去？我这还没下班呢。这班别上了，你先跟我上车，剩下的事儿我来安排。就在这时，苏晴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她看到我和一个环卫工老人拉拉扯扯，愣了一下，但很快就走了过来。陈安，怎么了？苏晴，这是我一位长辈，我七叔。七叔，这是我女朋友苏晴。七叔看着气质优雅、明艳动人的苏晴，又看看我停在路边那辆价值不菲的轿车，整个人都呆住了，嘴巴张了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七叔您好，外面冷，您先上车跟我们走吧。有什么事我们找个暖和的地方慢慢说。他的温柔和善意让七叔不知所措的紧张感缓解了不少。在我的坚持和苏晴的劝说下，七叔最终还是半推半就的上了我的车。我帮他把那辆破旧的环卫3轮车推到路边锁好，然后开车离开。路上，苏晴和七叔聊着家常，聊他的身体，聊他姥姥家的庄稼，气氛渐渐不再那么尴尬。我一边开车，一边思考着怎么安排七叔。直接给他一笔钱，以他的自尊心肯定不会要。让他什么都不干，在我家住下，他更会觉得是寄人篱下。必须给他找一件有价值又能体现他能力的事情做。忽然，夏令营里那个叫李浩的男孩和他提出的那个关于家乡农产品的电商方案闪过我的脑海，一个念头迅速的清晰起来。七叔，您种了一辈子地，是这方面的行家对吧？那可不，我跟你说啊，就我们那片地，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地。一提起自己的老本行，七叔立刻来了精神。从选种、育苗到施肥、除虫，我闭着眼睛都能弄。那您觉得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多着呢，年轻人留不住，好东西卖不出价。就说我们老家那种山核桃，香又脆，可就是没人来收，最后都烂在地里，可惜了。如果我们有办法把这些好东西直接从地里卖到城里人的钞面上呢？那股太好，可怎么卖啊？我有个想法，我想成立一个新公司，专门做农产品的线上销售。我们去发掘那些像您说的山核桃一样品质好但销路不畅的特色农产品，帮他们做品牌、做推广，通过我们的平台迈向全国。而您，七叔，我看着他，语气郑重。我需要一个真正懂农业、懂农民，能替我们把好第一道质量关的人，去产地考察、监督品质，指导农民科学种植。这个职位叫首席产品官，我想请您来担任。首席什么官？小安，你别拿我开涮了，我一个糟老头子，斗大的字不识一荒，我哪干得了这个？您干得了，我不看学历，只看能力。在农业这个领域，您就是专家，我给您配助理、配团队，您只需要把您一辈子的经验用出来就行。工资，我先给您开1万1个月，做出成绩还有分红，您干不干？七叔的嘴唇哆嗦着，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泛起了泪光。他不是因为那1万块的工资，而是因为那句您就是专家，因为自己一辈子刨土的经验，第一次被如此郑重的承认和需要，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被尊重的感觉。苏晴在一旁也含笑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赞许和骄傲。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临时的善举，这更是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企业家在用自己的方式反哺那片土地，用一种更智慧、更可持续的方式去改变那些和七叔一样被困在土地上的人的命运。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七叔在首席产品官这个新岗位上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我们成立的新公司取名为山河风物，我从公司抽调了最精锐的电商运营和品牌营销团队，全力支持这个新项目。而七叔则成了这个项目的灵魂，
他脱下了环卫工的制服，换上了我们为他定制的工作服。陈总监，虽然他一开始很不习惯被人称为陈总监，但他一旦投入到工作中，就立刻变回了那个对土地了如指掌的老把式。他带着年轻的团队，一头扎进了各个偏远的乡村。他能一眼就分辨出土壤的好坏，能通过观察庄稼的叶子判断出缺少什么肥料。他跟当地的农民说着他们才懂的行话，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在他的把关下，我们发掘出了深山里的野蜂蜜，高原上的黑青稞，滩台上自然生长的紫菜，每一样产品都带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淳朴的匠心。我们的团队则负责为这些产品设计精美的包装，专写动人的品牌故事，再通过我们成熟的线上渠道进行推广。山河蜂物一上线，就立刻引爆了市场。短短半年时间，山河蜂物就实现了盈利，并且成为了公司旗下增长最快的新业务。七叔成了远近闻名的财神爷，每次他去村里考察，都会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他整个人都变了，腰板挺直了，说话声如洪钟，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满足。他把他儿子也接到了公司，安排在物流部门，让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靠自己的双手重新开始。看着七叔的变化，我比签下任何一笔大合同都感到高兴。而我和苏晴的感情，也在共同的事业和生活中愈发深厚。又是一年春暖花开，启航计划的第一批学生已经进入了大3，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利用寒暑假，主动成为了山河蜂物项目的志愿者，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的农产品写推广文案、设计包装，甚至当起了带货主播。那个叫李浩的男孩，他设计的外婆桥牌家乡米酒成了我们平台的爆款。这天是启航基金会成立2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没有举办盛大的庆典，只是把所有参与过项目的核心人员，还有一部分学生代表，请到了公司新总部的顶楼露天花园。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李浩作为学生代表站在台上发言，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自卑内向的山里娃，而是变得自信、开朗、侃侃而谈。2年前，我以为我的人生就是翻过一座山，再走很远的路。是启航计划给了我一双翅膀，让我知道，原来我可以飞。今天，我想说，我们这些被启航照亮的孩子，不会只想着自己飞翔。我看着台上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看着台下那些充满希望的脸庞，再看看身边那个始终与我并肩眼含笑意的苏晴，我的心中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所填满。晚宴结束后，我牵着苏晴的手走到花园的角落。苏晴，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丝绒盒子，单膝跪地。2年前，我以为我的人生是一场关于逃离和证明的独角戏，是你让我明白，原来人生可以是一场关于创造和给予的交响乐。我逃离过一个村庄，却在你这里找到了心灵的故乡。我曾以为财富是我的铠甲，是你让我知道，爱才是最坚实的依靠。我不知道该如何许给你一个多么波澜壮阔的未来，但我可以保证，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都会像经营山河蜂物一样，用心去耕耘我们的生活，像守护启航计划一样，用生命去守护我们的爱。苏晴，你愿意嫁给我，成为我人生这首交响曲中最重要的那个音符吗？他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伸出他的手。我为他戴上那枚戒指，然后站起身，将他紧紧地拥入怀中。远方城市的灯火渐次亮起，汇成一片璀璨的星海。我抱着怀里的女孩，看着这片由我们共同参与创造的繁华，心中一片安宁。卧龙村的故事早已随风而逝，那些贪婪与悔恨，那些短视与纷争，都成了我人生中最深刻的注别，时刻提醒着我，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和追求的东西。人生的航程总会遇到风浪和浅滩，但只要选对了方向，守住了本心，最终总能抵达那片属于自己的风和日夜的港湾。而我的港湾就在此刻，我的怀中。